这是一团棉花，售价10元，我们用它做成一块布，售价20元。接着有人买了这块布，做成了一件衣服，售价200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团棉花经过多个生产过程的升值，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，从10块涨到了200块。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，加工厂商都需要交税。这种以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征收对象的税种，就是增值税。所以每一个环节出售方定的价格，包含了商品的成本、利润还有税收。在第一个交易过程中，农产品增值税率为 9%， 因此售价10元包含了棉花的价值 x 和增值税 0.09x， 这两者相加即为10， x 等于 9.17。 因此它的下家花了 9.17 元钱买了这团棉花，还多花了 0.83 元钱给卖家交税去了。同理，在布的交易过程中，布算作普通商品，增值税为 13%， 因此售价20元的布当中包含了布的价值 x 和增值税 0.13x， 两者相加为20元，故 x 等于 17.70 元。因此他的下家花了 17.70 元买了这块布，还花了 2.30 元钱给卖布的让他交税。衣服的交易过程仍是如此，衣服也算普通商品，增值税同样为 13%， 最后衣服本身价值 x 为 176.99 元，消费者花了 23.01 元给卖衣服的用以交税。这个过程中，卖棉花的交了 0.83 元的税，卖布的交了 2.03 元的税，卖衣服的交了 23.01 元的税。为了保证他们是为货物增值的部分进行交税，他们可以拿上家的进项发票抵扣一部分销项税额。然而他们上交给国家的税款，其根源都不是来自自己的腰包，而是永远来自下家。最后我们发现，归根结底来自于消费者。所以几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，其中或多或少都在为税款买单。而这笔交易所对应的生产供应链条，每个环节包含的增值税，最后都来自于我们所交的这笔税款。这其中能够证明下家已经交税，且能够把整个生产过程中税负过程联系起来的凭证，便是增值税发票。例如普通货物的销售是用 13% 的增值税，所以你平常花钱买这些东西，有这些钱都拿去交税了。像水果、棉花这样的农产品，以及自来水、暖气、冷气、煤气、图书报纸、饲料、化肥等，这些货物是用 9% 的低税率。平时打车出行是用 9% 的交通运输服务的税率。出去吃海底捞、买星巴克是用 6% 的餐饮服务的税率。租房按 5% 的税率算出真实价格，再按 1.5% 收税。例如在北京海淀月租5000块的房子，你每个月要交 71.42 元的税。增值税几乎涵盖了生活中会遇到的所有的交易过程，是税收生活的主体。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税种。为什么税种及税率的设计要如此考究且复杂呢？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。比如消费税，国家对15种商品额外规定的消费税，也就是说商家生产或售卖这15种商品需要多交一份税。比如房产税，对卖房或租房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征税，房越多税越多。比如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，对卖车的还有持有车或船的人进一步收税。实际上，税收的目的除了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公共利益需求之外，对调节市场经济、防止贫富差距过大、保护自然环境和国内经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。所以中国人一天到底要交多少税呢？如果把我们最近2期的内容合并，模拟一个在北京刚就业的毕业生的税收状况，将其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税收平均到每天，这个数字大约是15元左右。税本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作为中国公民，我们当然要依法履行纳税义务，这是最基础的爱国。